当兵注意！自从我们上次拯救浩克之后，我们收到来自四面八方的求救啊！在这平行时空的宇宙下，还有许多民等着我们去帮助啊！那我们来看看这次是什么情况。我在跟你讲话，你有没有听到？没了啦，你不要烦好不好？我等下可以带你们去超商买一些好吃的哦。好吃的，你也可以吃哎。好，人不错，就这样好了。好，泡面，小泡芙哎，都可以。坏人是哪里？小泡芙。阿伟蛮像坏人，他一直拿人家手短，对。有人喝醉，好逊哦。杰克，你有好多 A 片哦。什么是 A 片？什么？来看这个好看的英文字典。杰克，你干嘛？让我看看。杰克才是坏人。你被打了。杰克不要。怎么会这样？杰克。好恐怖哦！是我们两个之间的秘密，你最好不要告诉任何人。如果你要说出去，就给我小心。这我们都知道了。我知道你学校在。哎呀，这个年轻人一不小心就雨花残满地伤。好，停止！你们两个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案？啊，你说。如果他的阿嬷帮不了他，我就叫我的阿嬷来跟他讲。好啊。喂，阿嬷。喂。喂，哎，听得到吗？喂。阿嬷，你有没有空啊？不要再耍笨了，等你阿嬷来，阿伟就已经变向日葵了。我知道，还是我们去那间超商组他们那间大卖场，现在叫精彩大卖场。但我们要怎么伪装进去？我可以叫我阿嬷。不要再叫你阿嬷。长官，我知道了，我这边有一条隐形斗篷。对，穿这一条会被发现的。那没关系，算了，你从哪里拿出来的？我们还是直接进去把他们的酒调包就好了。那杰哥他拿的是霸币哦，我们就把它调包成一样是黄色的维大利。意大利。对啦。混蛋！好，既然解决喝醉的问题，那我们要怎么把阿伟救出来呢？为什么救阿伟？你刚刚到底有没有看影片？有啊。你有看到他被杰哥霸王硬上弓吗？有啊。所以我们要救出他啊。我们要救出他，我们要救出他，对。我知道，长官，不然我们把阿伟拖出来换成品成怎么样？好，就这么办。出发！我又不是我说出发。同一个太热了。不行，我得拯救他们才行。16茶。泡面，小泡芙哎。哦不，他要灌他们酒，只好把它换成维大利。来。奇怪，怎么都喝不醉啊？杰克，你有好多 A 片哦。哎呀，那没什么，来看这个好看的。嗨，我是六子渊。杰克，你干嘛？让我看看。不要。阿伟，过来，换你。杰哥，不要啦！杰哥，这件事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秘密，你最好不要给我告诉任何人。如果你敢告诉别人，你最好给我小心点。我知道你学校在哪，也知道你读哪一班。嗨，我是六子渊，这是《迷因爆改王》第2集。那今天一样来跟大家分享，我们是如何用 A1 爆改这部超经典的迷因作品《杰哥不要》。那如果你喜欢《迷因爆改王》的影片，还有包含我后面的解说，请帮我在影片底下按个赞，按赞只需要你0.25秒的时间。但我为了这支影片熬夜4、5天没睡觉啊！它是一部教育部推出的宣导片，片名叫《如果早知道男生也会被性侵》，刚好搭上最近的 Me Too 热潮啊！请大家不要像剧中这个杰哥一样，要尊重别人的性自主权。那我们就当个 A1 超人来拯救阿伟跟冰冰吧。好，首先超商的这一卡我一开始偷看，然后后面这边撞一下饮料，大家一定觉得很神奇，我为什么办法跟场景里面的东西做互动啊？为什么我办法碰到它们？难道我是辛辛苦苦的把这些纸箱做动态的处理，让这些饮料也都动起来吗？其实没有那么麻烦了。我是说后置的时候，我们是在拍摄合成素材的时候就把饮料放在后面了，这样我才可以真的去撞倒它们。那这边要注意的是什么事情呢？就是这个瓶子的比例是非常重要的。合成有一个重点是大小比例如果一样，效果就占40%了。好，给大家看一下，原本场景里面是好几罐金兰酱油，我当然也可以去撞倒金兰酱油，但我就等于拍摄素材时候我要买好几罐金兰酱油。那我平常本身是16茶爱好者，家里本来就库存一堆了，16茶要不要找我业配啊？根本16茶宣传大使。然后平常麦香的奶茶跟红茶也是冰箱都冰满满的，所以我就干脆换了一个饮品，我就不用买好几罐金兰酱油。那可以看到这2个箱子是不一样的，但有一个重点就是高度是一样的就好。所以这边可以看到我叠的高度其实跟它一样的。至于要怎么计算这个箱子的高度呢？其实你就 Google 查一下金兰酱油的高度大概多高，你就可以去换算。好，这样就可以换算足够对的比例。好，那我们16茶叠上去，后面金兰酱油还是看得到嘛？这以前要用 Photoshop 细心的把金兰酱油涂掉，现在我们直接用 Adobe Photoshop Beta 版，直接就可以把它移除，然后再叠上去，搞定。好，这边因为太喜欢16茶，最后就顺手摸走了一罐这样。
然后离开画面。这个画面是几乎毫无难度的。我觉得比较有挑战性的是接下来这一卡画面，杰哥他拿了一手啤酒，然后我走进画面，把他这一手啤酒直接拿走，他手空掉了，我又换成维大利，然后再让他拿在手上。好，我觉得最有难度的就是我把他啤酒刚拿出来之后，他这边的画面是要怎么补出来？那既然 AI 只能用单张的图片，大家要不要猜猜看这个手是怎么让它动起来？给大家3秒钟时间思考。没错，它是品成的手，我就是把它这一段取出来而已。那这一卡合成的重点一样是这个饮料的位置高度，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所以要查一下杰哥这个演员哦，铁牛他的身高到底多高。然后后来查一下发现，跟品成身高差不多，所以我就请品成在一样他腰部的位置就放着这个饮料。好，总之把品成去掉，只留品成的手在这里。好，那我是怎么把杰哥手上的霸币尔拿起来的呢？原因是我自己也买了一手霸币尔，但困难点是以前的包装长这样，但我们买的时候包装长这样，它的热缩膜贴合感变得很明显，然后包装的设计也有点不一样了，所以我就把原本杰哥的这个挖下来，然后为了让剪接更顺畅，我一开始先贴在我买的霸币的上面，然后品成的时候慢慢出现，然后等到它抬起来的时候，其实就变回我原本霸币的造型了。这边真的要慢放才看得出来，就一开始的啤酒的包装我是用原本素材，到后面它会慢慢的淡出，变成我自己买的包装版本。那这个一样，速度之快，顺播的时候你完全就不会察觉。然后就顺势换下一个维大利这样子。那的确位置很重要，我位置只要一对，这个比例合上去杰哥的手上，就几乎不会有违和感。那杰哥后面这边衣服这一段，我因为做的很赶，所以蛮粗糙的。那的确这边棘手部分是我得把空的地方补回来。AI 是可以帮我补一张静态的，然后衣服也稍微挡一下，然后袖子我再随便做一下，这样再合上去，其实就还 OK。就其实速度快点的话，看不出瑕疵啊。那这一卡的细节就是我让桌上的所有霸币尔全部都换成维大利。维大利是不是也要找我业配一下？我们为了合成这罐维大利啊，我们搞了一个维大利的3D 建模啊。好啦，开玩笑的，我们只是自己转的，那这样就可以方便我们旋转各个我们要的角度。好，那要来揭晓冰冰的眼睛、嘴巴是怎么张开的哦。这边呢，其实就是我拍了我的素材，然后把我的眼睛跟嘴巴合上去这样子。所以冰冰的眼睛、嘴巴是我的眼睛跟嘴巴。总之，我就先稳定我的拍摄素材，然后再合成追踪上去。那对冰冰的脸做画面的追踪，这样我就可以合成在上面。你看，就连这个转角也是，好恶心哦这一卡。那再来呢，我就是从后面鞋柜这边探头出来。那这个没有什么，我就是抓着柜子的门片拍的。可能会有很多人问说，为什么不要后面加个绿幕？我这样不是落头下来很麻烦吗？原因是因为我们最近因为一直搬家的关系，我们原本其实甚至有绿幕电控轴，但我们搬了新的办公室，大概还要过几天才会有电控绿幕，所以我们都是很粗糙的挂绿布幕。那个时候想说移到这边有点麻烦，因为这 system 其实蛮重的，然后再考量到现在 AI 去背已经很发达了，所以我们就直接这边拍了。好，那这就是这一卡非常恶心，然后这边秀我的画面，这没什么，其实就是原本电脑萤幕长这样，我把我的盖上去，然后压到杰哥的手臂嘛，然后再把杰哥的手臂落头下来，再叠上去，这样这一卡就完成了。好，那接下来这一卡把阿伟拉走也是相对难度比较高的镜头原本画面前面没有留那么多时间，所以这边2个人都是静止的。那我就是用图钉工具扭曲阿伟的身体，然后我就把他拉过来，然后换品成推出去，然后再抓好时间让品成被揍，所以这是假的阿伟被拉过去。好，那真的阿伟要遇到的难题是，我要想办法把这边整个阿伟给移掉。我这边真的是补了非常多啊，我用品成挡住这边还是稍微看到阿伟的手，所以我得补一些色块上去，这样才能把阿伟的地方移掉。对，这一卡算难度之高啊。好，那最后这一卡阿伟的脸换成杰哥，这个换脸的部分呢，因为我不会，所以我就请小雨，不是，我请我好朋友吴奇农帮忙。他之前合成过把柯 P 跟馆长对调换脸，所以如果你对这个换脸的部分有兴趣的话，我来分享一下他的 IG， 他可能之后会拍幕后过程。那这一卡难度比较高的就是杰哥很麻烦，他的手就一直在前面挥来挥去，我得要想办法把后面的画面补回来。天哪！而且他手掠过不止1次2次。那我做法是我发现后面这一大段手都没有掠过去，所以我就取后面这一段倒转贴上去，反正他动作都差不多。那杰哥我就可以轻松移掉了，然后最后再换上品成。好像有点恶心。好啦，差不多这样。这就是一支我花费非常多时间制作的影片。如果你喜欢这类影片，希望我再多出更多的话，就帮我在这支影片底下按个赞就好。或你还想看我拯救哪一支迷影片，都欢迎在底下留言跟我讨论哦。那我是六这边，我们下集再见，拜拜。台湾综艺字卡，让你变成自媒体剪辑大师，还在烦恼字型、特效、配乐吗？我们集结台湾专业动画师与音效师，共同打造台湾综艺字卡，精心制作超多组形容词、情绪词、状声词，每个都做好动画，配好音效，让你早点收工，点阅跟着冲。想掌握观众眼睛，就快掌握台湾综艺字卡。